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今天是2022年的11月9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Level 5的词汇啊。好，很多同学都上来了。第一位同学是凯同学，你好。还有耶稣哈伯，欢迎你，新同学，对不对？哦，维凯小土豆来了，欢迎。Hello，Isaac，你好。还有立新小土豆，哇，海山小土豆来了，海山欢迎。海山，你有没有中 Powerball？$65 billion. I hope the person are you 好，还有这个 C 同学，裴静小土豆欢迎，还有来自印度的佳妮 Namaste， 宋平 Sawadee Krap， 宋平小土豆。好，米雷点赞了 Minglaba， 还有我们的 Taya 欢迎，还有春娇春娇阿姨，还有我们的佩霞，汉平小土豆欢迎，还有雨柔欢迎。哦，今天是柬埔寨的 Independence Day， 今天是柬埔寨的独立节、独立纪念日哦。我们中文讲 Independence Day， 我们会说独立纪念日哦。Independence Day， 好，今天 Tuesday， 今天是柬埔寨的 Cambodia 的独立纪念日 Independence Day。好，太棒了，恭喜你们哦！好，祝你们独立纪念日快乐。好 ，King 你好，还有 GH 你好，还有杰明，欢迎你，杰明。Hello，Ola Norbert， 还有炳贵，欢迎，还有 Aya， 欢迎。好，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哦。对，祝柬埔寨的朋友们独立纪念日快乐。还有 Elena， 欢迎。好。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吧。今天老师跑了几步，我们看一下。好，7460。好，中文要怎么说？7460，我们再看一遍。7460。好，中文要怎么说呢 ？Hello Cynthia， 你好。7460。好。好。中文要怎么说？7460。每天我们都练习数字哦，这样子以后念中文的数字你会非常的熟悉啊。好 ，Norbert 说7460步，答对了，非常好。好，立新7460步。佩霞说今天理查老师跑了7460步。好，维凯说7460，宋平7460步，汉平7460，米磊7460步，曹同学7460步 ，C 同学还有裴静7640，炳贵7640 ，Kinkin 7460，好，还有 Taya 7460，非常好。好，雨柔7460 ，Cynthia 也答对了，太棒了。那我们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Level 5中级词汇。今天学习3个单词。第一个，存款，存款。第二个词汇，寸，寸。第三个词汇，尺寸，尺寸。好，这3个单词都很常用，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学习新 HSK 第5集的3个单词哦。好，第一个单词是存款。好，存款是一个名词，存款的意思就是存放 ，means to store。To save， 存放在 to place， 存放在哪里的钱？银行的钱。
OK， 银行就是 bank， 存放在银行的钱就是你的存款。OK，the money you deposit in the bank 就是存款的意思哦。好 ，bank savings，bank deposit。好，各位同学特别的注意，存款的量词是笔。笔 ，what？ 笔可以当做量词，是的，各位同学，笔可以当做量词，它的意思有点是 a sum of money，OK，a sum of deposit，笔可以当做量词，我们中文会说一笔钱或一笔存款，你也可以说一笔遗产。所以啊，各位同学很重要哦，笔是可以当做钱的 major word 哦，所以这个英文的意思是有点 a sum of money，OK？哦，好，OK。Like this comment or your dog will bite you. Hello, Habib, Professor Habib.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云儿来了，云儿。好，各位同学，我们会说，我们中文会说一笔钱 a sum of money， 一笔存款 a sum of bank deposit， 一笔遗产 a sum of inherit。遗产怎么说呀？inheritment。这个海山可以告诉我吗？还是谁可以告诉我遗产的英文是什么？遗产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死了之后留下来给你的钱，叫遗产啊。遗产就是你的父母亲死了之后，你的父母亲死了之后留给你的钱，inheritment。老师忘记英文了啊。好，一毛钱可以，一毛钱就是 a penny，很少很少的钱。一毛钱，这个毛其实不是 major word，毛就是 like a cent，very little money，很少很少，a cent。OK，a heritage，OK，yeah，各位同学，我们可以说 heritage 遗产 heritage，所以我们可以说 a sum of heritage 一笔遗产。好，老师再念一次：一笔钱，一笔存款，一笔遗产。OK，a sum of heritage。怎么念呢？Heritage，sorry，heritage。inheritance 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Yeah，OK，好。inheritance。OK，好。Hi, Richard. I hope you're having a wonderful evening. Of course.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Habib. Thank you for joining my live class. 好，白兰你好，白兰小土豆。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啊。丽丽取出了存款，丽丽取出了存款，并把钱交给了失业的男友。好，丽丽取出，取出的意思是 withdraw，取出是从银行把钱提出来，提出或取出都可以哦。In English, if you want to say in Chinese, if you want to say withdraw, to withdraw from the bank, you can say 提出 or 取出。好，请你记得啊，我们中文的这个取出或提出就是英文的 withdraw money from the bank。OK， 取出，你也可以说提出。OK，which means to withdraw money。提出、取出。好，好的，取出了存款 which means withdrew the deposit， 存款。好，并在这里是并且的意思 and， 并且把钱交给了。好，交就是 give something to someone， 交给了，可以吗？交给了失业的男友。好，各位同学，失业就是没有工作。
她的男朋友没有工作，所以她有一个失业的男友 ，a jobless boyfriend。好，失业的男友啊，丽丽把存款交给了 give the deposit to her jobless boyfriend。哇，各位同学不太好，对不对？因为她的男友失业了。如果她失业的男友拿了丽丽的存款，哇，那可能会去买一些不该买的东西，对不对？失业的男友 jobless 失业的。好，好的，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好，各位同学，这里的语法点非常重要。我们会用存而已 only， we use 存 only， 我们只会用存来当做动词，所以就像英文的 to save money，to deposit money。请你记得，我们中文只会说存多少钱。那什么是存款？存款是个名词，存款不是动词存款不是动词。那所以 if you want to say I deposit, I save how much money, then I will use 存 only. So here, please pay attention. In Chinese, 存 is the verb to save money, to deposit money. So we can say 在这个语法点，我们可以说主语在银行 in a bank， 在邮局 in the post office， 在银行在邮局存了多少元。For example， 我可以说理查老师在银行存了50元，你也可以说50块Like in English, we say dollars, right? In Chinese, you can say yuan. You can also say 块 OK， 理查老师在邮局存了50块。理查老师在银行提了 What does it mean? To withdraw， 提了拿出来的意思，从银行拿出来。理查老师在银行提了50元50块。I withdrew $50 from a bank. OK, from the post office. 好，所以记得我们的动词存 to save, to deposit， 后面直接加 the money, how much money you want to save。好，各位同学，对，我们可以说存款，也可以说取款你可以说提款，也可以说取款对，没有错，这里也可以说取了，你也可以用取also means deposit, OK? In Chinese。好 ，OK， 我们来做题目，我们来做题目永祥500欧，你也可以说500欧元，你也可以说500欧 Euro 就好了 ，Euro dollars， 存了 save， 在银行 in a bank。好，永祥500欧存了在银行。好，请问答案是什么 ？Hello Kim 同学 ，Long time no see。好，维凯说永祥在银行存了500欧元，答对了。好，雨柔，永祥在银行存了500欧元，永祥在床里，under the bed 好，汉平，永祥在银行存了500欧元。好，你也可以说500欧，像秀丽说的，永祥在银行存了500欧，非常好。呀，你可以用存了 ，which means to save。你可以用提了 ，withdraw， 取了 ，withdraw。OK， 好，佩霞，永祥在银行存了500。永祥存了500欧在银行。各位同学，佩霞这样的说法 ，sometimes in casual Chinese we can say that， 在口语的中文可以这样说：永祥存了500欧在银行。
It is also acceptable， 可以的哦。佩霞这个句子也可以。In casual Chinese, we can say that. But in formal Chinese, we will say 永祥在银行存了500欧。OK, yeah. 存款机 ATM, right? ATM.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更多关于银行的词汇啊。第一个，银行存款 （bank deposit）， 银行存款。OK, the deposit in the bank。好，再来，我们常常说存款，存多少钱 ？Like how much money？OK，存多少钱？存50欧，存100美元。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if I want to say withdraw， 你可以说提款，提款。你也可以说取款。OK，you can also use 取款 ，withdraw money。OK，一样的意思啊。提500欧，提400美元，提300人民币。所以你可以用提多少钱 which means to withdraw how much money。好，再来开户 ，What does it mean？ 户 means 户头，这里的户是户头的意思。户头 you have to learn this term because it is a banking term in Chinese。户头就是 bank account bank account 户头户头。好，那我们说开户就是 open an account，open a bank account 叫开户，了解吗？开户，好，开户。好，欧是哪一国的钱？就是欧盟、欧洲的货币欧就是欧元 （euro）。居民，你去欧洲要使用欧元，所以欧元是欧洲的货币OK， 好，那各位同学，这个理查老师呢，再教你一个东西哦。好，理查老师再教你另外一个词汇理查老师这里有这个东西，请问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说呢？这个是个 like account book, bank book, bank 这怎么说呀？OK，account book。好，这个东西中文要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叫存折，存折。好，老师写给你存折 ，bank account, bank book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ay that in English。好，存折 ，checkbook, passbook。好，这个我们叫存折 ，like I think that's a bank book, saving book 好，这个叫存折存折中文叫存折 ，account bank book bank 应该不是 checkbook， 应该叫 bank book。OK， 好，存折存折 bank deposit book 存折。好，那你去银行呢？如果你去银行要带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中文怎么说？这个应该叫 print 英文叫 print 你去银行的时候要带存折，然后呢，我们要带这个 print， 要带这个叫印章，印章。那这个 this action we say 盖印章，盖印章。OK，this action 盖印章好，盖印章。stamp 这个叫 stamp 对，应该叫 stamp 好，各位同学存折对，这个裴静用的是这个简体字所以这个叫存折，应该这样写，像裴静这样写这是简体字。老师刚刚给你的是繁体字这个是繁体字。
那裴静这个是简体字啊。好，存折，存折。那这个叫做印章，盖印章。This action we say 盖，盖印章啊，这个叫印章 stamp， 盖印章。好 ，OK， 了解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 sentence。在银行，你至少要存$100。OK， 至少叫 at least。要 means like you need to, you have to。这里的要是必须的意思 ，have to 要存 to save $100。好，请问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好，存折哦，存折，对，存折。好，好的，慧君说，在银行开户，在银行开户，你至少 you at least 要 have to 存$100。You have to at least you have to deposit at least $100。好，在银行开户。If you want to open an account in a bank， 你至少要存$100。好，开户很好。雨柔，在银行开户，你至少要存$100。很好，开户。好，宋平在银行开户 ，open an account。好，维凯在银行开户 ，Norbert 在银行开户，你至少要存$100。OK，very good。好，下一题，银行存款、存款、提款、开户、户头。为了结婚，王和取出他所有的好，为了 in order to get married， 王和为了要结婚 in order to get married， 王和取出他所有的。好，所有的 means all all of all 所有的什么？取出 means withdraw。哦，好，请问答案。哦，银行存款。好，如冰答对了，开户，在银行开户哦。好，还有没有同学啊？银行存款，取出了他所有的银行存款。好，裴静说，为了结婚，王和取出，把银行的钱都取出来了，把银行存款。This is bank deposit。王和取出他所有的银行存款。好 ，say 为了结婚，王和取出他所有的银行存款。答对了，曹同学也答对了哦。好，我们的这个慧君、立新、林子都答对了哦。好，为了结婚，王和取出他所有的银行存款。好，Rong，为了结婚，王和取出了，可以加个了，没问题啊、取出他所有的银行存款。好，答对了啊、好，好的，取出了所有的血。好 ，OK，我们再来做一题。One more quiz for you。存款、提款、开户、户头 （bank account） 户头。好，立新从他的提出一笔钱。好，立新从 means from her 从他的提出一笔钱。好，各位同学，请你记得笔是钱的量词哦，笔是钱的量词。好，请问答案是什么？请问答案。哦，户头，立新从他的户头 bank account 提出一笔钱。好，佳妮户头很好。哦，存折叫 passbook，OK，存折叫 passbook。好，OK。裴静说，立新从他的户头提出了一笔钱，好，很好，户头。Hello，Erica，你好。立新也说户头
慧君说户头，对，立新从他的户头提出一笔钱。Very good。好，各位同学，不管是提出、取出，或者是提出或取出，一般我们不说了也没有关系。一般我们不说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说提出一笔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说提出了一笔钱 ，it's okay too. So for 提出 for 取出 you don't need to add a 了 it's okay too. 好，秉贵说去银行存款，如果用盖印章的方式，必须签名吗？应该都要，对不对？好，秉贵，你这个应该只是一个 example sentence 啊。好，林子说，立新从他的户头提出一笔钱，他要买什么？立新要买什么？立新可能要买房子吧？哦，提出一笔钱去买房子哦。好，白富美，好的，了解了。我们再往下看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汇，第149个词汇，寸。好，寸是一个长度单位。好，a unit of length 就是长度单位。寸是长度单位，寸是多长呢？寸是1尺的1/10。OK，1/10，1/10。1尺的1/10就是1寸啊。这个像英文的 inch， 像英文的 inch，but that's a Chinese measurement。寸是 Chinese measurement. It's about 1 inch. OK， 1尺的1/10 1/10。好，好的，我们看一下例句。我的腰围是34寸。好，我的 my 腰围是什么意思？这个围 is like around the length around your waist。OK， 围就是 around surround。OK， 我们中文说腰围 is like your waist measurement, the length of your waist。好，所以腰围就是你腰的长度啊，你腰的长度啊是多少？腰围。好，那各位同学，腰围是你的腰，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叫胸 ，the length of your of your chest。中文要怎么说？我们中文要说胸围，我们都用围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胸围。胸围，我们可以说腰围。如果你的 hips 臀围 butt， 我们可以说臀围。好，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说的三围啊，我们中文有说三围。好，各位同学，李朝老师教你们一个 common sense，one common sense in Chinese。胸围 the length of your chest， 胸围。腰围 the length of your waist。还有臀围 your butt your hips the length of your hips。 臀围，臀就是屁股的意思啊，这里的臀就是你的 hips 你的屁股的长度啊，你胸的长度，你腰的长度，你屁股的长度，胸围、腰围还有臀围。 OK， 臀就是屁股的意思。那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说的三围 three length of your major body。 OK， 三围。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你的三围是多少，比如说林子，李常老师问你，林子，你的三围是多少？然后呢，林子你要回答我，我的三围是我的秘密。It's my personal issue, my personal, no personal question. OK， 有的男生会问，哎，林子，你的三围是多少？我不告诉你，因为三围是女人最大的秘密。三围 is the biggest secret for women。
所以女生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的三围 ，OK？ 三围就是 the length of your chest, waist and hips， 这叫三围 ，OK？Common sense, remember it，OK？三围，三围啊，对，臀围就是你屁股的长度，屁股啊，屁股。好，好的，那白兰 ，Thank you very much， 白兰 ，Thank you for donating，Thank you。好，三围，老师再念一次：胸围、腰围、臀围。三围是女人最大的秘密，女人第二大的秘密。The second biggest secret is your age。年龄是女人第二大的秘密哦，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好 ，OK， 好的。我的腰围是对，男人不要问女人的三围，不礼貌 ，not polite 90、60、90。好，那我的腰围是34寸。这个人有点胖，34寸，我觉得有点胖了啊。34寸，这个人的腰围太大了，有点胖了啊。好，好的，我们来学习更多的词汇。尺寸，尺寸就是 size 通常是衣服的尺寸 ，especially for clothes。OK，for clothing，尺寸很难念，尺寸。好，跟老师念一遍，尺寸 size。还有一个叫分寸，分寸是什么意思 ？Like，分寸就是 say something or act properly。分寸就是有礼貌的，很得体的 ，decent。OK，you do something properly。我们会说，林子，你很有分寸。我的意思是，林子说话很得体，林子的行为很得体。好，我们中文说得体就是有礼貌有分寸就是很得体，就是有礼貌有礼貌 ，polite。好，各位同学，什么叫分寸？分寸就是得体 ，decent, proper。You do something politely, you do something properly。你是很适宜的做一件事情很适宜的做一件事情。好，这个 Reihu 大小更常用大小不只可以用在衣服，还可以用在这个你的饮料，还有呢，你的身材都可以用大小。尺寸一般是用在衣服，比较 limited 但是大小一般是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大小也是 size 的意思。You can use for human body, for clothing, anything。尺寸 mostly in clothes。OK， 对，这个大小可以是 for drinks。我要这个大的 cola， 大的可乐，我要小的可乐。But 尺寸 only for clothing。OK，only for clothing or shoes。尺寸 for clothing, for shoes。大小 almost for everything。OK， 好，我们来做题目。田亮是个绅士。OK，what is绅士 ？Gentleman。OK，gentleman，有礼貌的人，行为很得体的人，很有礼貌、很有分寸的人，就是绅的男人。绅士一定是男的Gentleman, of course, that's male, right？ 好，他说话很有，说话 speaks 很有什么？好，我们中文会说很有什么？很好，田亮是个绅士，他说话很有分寸，就是说话很有礼貌，很适宜，不会让别人生气或不高兴。说话很有分寸，讲话很有礼貌，不会让别人生气，不会让别人伤心，不会让别人不高兴。他说话很 properly， 很有分寸，很有礼貌。OK， 好，汉平。田亮是个绅士，他说话很有分寸，对，很有礼貌的意思。
而且他说话不会让别人生气或伤心啊。好，很有分寸啊。好，田亮是个绅士 gentleman， 他说话很有分寸。那各位同学对自有分寸，我自有分寸。I have my own measurement. I have my own politeness. 我自有分寸，我会处理的。自有分寸就是我会把它处理得很好。I will deal with this in my way and properly. OK。那各位同学，如果有人说话没有礼貌，然后常常让人家生气，这个人说话没有礼貌，常常让人很生气，常常让人很讨厌，这样的人说话没有分寸。So the opposite, the antonym 就是没有分寸。如果你说话没有分寸，他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没有礼貌，而且会让人家很生气、不高兴。这个就是说话没有分寸。然后呢，如果你说话很有分寸的话，表示你说话很适宜、很得体，不会让人生气，而且很有礼貌。这样的人说话是很有分寸，很有分寸。好，自有分寸就是我心里有数，对，没有错，我有我的方法。I'll deal with this in my way. I know how to solve it. 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叫自由。我自有分寸。中文常常说我自有分寸。I'll do this. I'll solve this in my way. I know the solution. 我自有分寸。I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我自有分寸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很好啊，这个嘉宁说自有分寸就是心里有数嘛？是的，没有错啊。好的，他是个懂分寸的人，表示他做事情很有礼貌，他知道该怎么做。OK，he know how to do it. He know the way. OK，好，我们再来做一题。这件衬衫的袖子 sleeve 袖子太长了 ，too long。有别的吗？别的叫做 other, another or other。这件衬衫，好，件是衣服的 major word 量词，对不对？这件衬衫的袖子太长了，有别的吗？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对，我自有分寸 ，I know the solution. I have my way to solve it. I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好，裴静说，这件衬衫的袖子太长了，有别的尺寸吗 ？Do you have another size？你有别的尺寸吗？尺寸有别的尺寸吗？很好，尺寸林子尺寸啊有别的尺寸吗？很好，曹同学有别的尺寸吗？别的尺寸还是别的大小也可以啊，可以用大小。有别的大小吗？有别的尺寸吗？什么都可以。好，有别的尺寸吗？Very good。好，春娇阿姨，有别的尺寸吗？Very good。好，维凯，这件衬衫的袖子太长了，有别的尺寸吗？Erika，尺寸。汉奸说说话没有分寸，他是个不礼貌的人，说话没有分寸，很好。好，这位Isaac 说尺寸 ，OK， 答对了。好，接下来老师要教你2个很重要的成语，而且这2个成语很常用。第一个成语是寸步不离，寸步不离就是你不会离开这个人。OK，every step of the way， 这个人走到哪你就跟到哪，这个人在这里你就待在他旁边，你不离开他，你不离开他。OK，you won't leave the person, you follow the person, you stay with the person and you never leave. OK，you stay with the person without leaving him or her， 这个叫 every step of the way。你不会离开这个人，叫寸步不离。好，寸步不离。
有些小狗狗 puppies 会一直跟着主人，对不对？ Follow its master. Some cute puppies will follow its master, right? 这个可以说寸步不离，小狗狗寸步不离，跟着主人寸步不离。小狗跟着主人寸步不离。The puppy follows its master every step of the way. 小狗跟着主人寸步不离。好，另外一个成语叫得寸进尺。得寸进尺，什么叫得寸进尺？你得到了寸 ，I'm not satisfied. I want more. 因为各位同学，寸比较短，对不对？寸 is shorter， 尺 is longer, right？ 尺，寸比较短，尺比较长。因为寸是1尺的1/10，寸比较短，尺比较长。你得到了寸，你还想要更多 ，you want more. You're not satisfied. You want more from someone. 这个叫得寸进尺。You go too far because you want too much. 这个叫得寸进尺。你要求的太多了。你已经有一支笔了，我不满意。理查老师，我要3支笔。I want 3 pens. 理查老师就会说，你真是得寸进尺，一支笔你不满足，你要3支笔，你真是得寸进尺。You go too far. OK， 好，得寸进尺哦。Don't give up， 不是这个意思 ，habit。Give up 是放弃哦，得寸进尺是 you want too much。OK， 得寸进尺是个贬义词，不好的。得寸进尺是不好的一个行为，it's a bad action, bad behavior。得寸进尺是个贬义词好，我们来做题目。你已经吃了2个苹果了，不要你已经吃2个苹果，你已经吃2个苹果了。You have eaten 2 apples. Don't 不要 don't。好，各位同学，他可能要第3个。Maybe he want to eat 3 apples, 4 apples, 5 apples. Oh, you are so greedy. 你很贪心所以得寸进尺一般是讲贪心的人。Greedy。所以呢，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一个得寸进尺的人，你就是一个贪心的人你要了2个苹果还不够，你要3个、4个、5个，你真是得寸进尺，对不对？你们都答对了，得寸进尺，得寸进尺。Islam， 你已经吃了2个苹果了，不要得寸进尺。好 ，C 同学。不要得寸进尺，可以 red 火，不要太过分呀。Go too far， 也可以说不要太过分，可以的，很好。red 火说跟太过分一样吗？是的，你已经吃2个苹果了，不要太过分。Don't go too far， 很好。雨柔，不要得寸进尺 ，very good。对，贪心的意思，立新很好，就是贪心的意思它是个贬义词，不好的成语对，不要得寸进尺，你吃的够多了，你吃的够多了好的，我们再看下一题。好，寸步不离，得寸进尺，这男孩总是的照顾生病的父亲。This boy， 这男孩总是 always， 总是 always， 的照顾 take care of， 照顾。好，生病的父亲 sick father, ill father， 生病的父亲，可能父亲躺在床上生病了所以这男孩必须照顾生病的父亲。好，请问这里要用什么答案？寸步不离的，好，贪吃
可以说贪吃，不过得寸进尺不一定只有贪吃，它可以是很多种贪心哦，不一定只有贪吃哦。好，寸步不离的，这男孩总是寸步不离的照顾生病的父亲。好，寸步不离，寸步不离，寸步不离，对，很孝心林子，我们说孝顺的儿子哦。好，孝顺的儿子，对，这男孩是个孝顺的儿子。好，林子，我们不说孝心 we don't say 孝心 actually we say 孝顺的儿子。各位同学，这男孩是孝顺的儿子，他非常尊敬父母亲，而且非常的照顾父母亲，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好，对，阿力强烈，这孩子总是寸步不离的照顾生病的父亲。所以各位同学，父亲在这里，他生病了，那这男孩不离开他，他一直 every step of the way stay with his father all the time。各位同学，这男孩总是寸步不离的照顾生病的父亲。哦，寸步不离就是不离开，这男孩不离开他的父亲，一直照顾他的父亲哦。好，对，孝顺的儿子 ，very good。好，来广告时间，各位同学，你还没有点赞吗？请记得帮我点赞啊！谢谢你的支持 ，subscribe 订阅，开启小铃铛 ，turn on the bell please，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请老师喝咖啡 ，every month buy me a cup of coffee, $2 per month. You can be my YouTube member. 可以成为理查老师的小土豆，谢谢你们的支持。好，那么这个成语是形容词吗？好，来，各位同学，寸步不离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副词，通常不当形容词哦。寸步不离可以当 verb， 寸步不离 can be a verb, can be an adverb, but oftentimes we don't use it as an adjective， 通常不是形容词。得寸进尺可以是形容词，得寸进尺的男人，得寸进尺的小孩，得寸进尺 can be an adverb. Okay? Oftentimes, 寸步不离 is a verb or an adverb. Okay? 好，来第一题，存款，寸，尺寸。强强是个流浪汉。好，什么是流浪汉？流浪汉就是没有家 ，homeless， 没有家，也没有钱 ，jobless， 也没有工作。各位同学，流浪汉有3个没有。第一个没有，没有钱 ，no money， 没有家 ，homeless， 没有工作 ，jobless， 这个就是流浪汉。哦，没有家，没有钱，没有工作，然后在街上流浪的，流浪就是 wander around the street， 流浪 stray，OK，stray， 流浪，所以流浪汉就是 a homeless man，a homeless person， 流浪汉，他既无既无收入，也无好，各位同学，收入就是 income， 你上班的时候会赚钱，赚的钱就是你的 earnings， 你的 income， 你的收入，收入就是 income， 也无好，我们这里有一个语法，既无八八八，也无八八八 ，neither you have neither 八八八 nor 八八八，你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无就是没有的意思。OK， 他既没有 A， 也没有 B。OK，this person has neither A nor B， 没有 A 也没有 B。好，没有收入，也没有什么哦，也没有存款，很好哦 ，Sharma。存款 ，Habib， 强强是个流浪汉。
homeless person， 他既无收入也无存款，答对了。好，既无收入，既没有收入，也没有存款 ，very good。好 ，Miss Tom， 存款，米磊存款，好，佩霞存款啊，答对了。好，我们的维凯也答对了，存款，very good。林子说，老师他跟我一样，强强跟我一样，既无收入也无存款，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啊，也没有收入啊。好，跟我也一样，理查老师也是没有收入，也没有存款啊。好 ，Quiz number 2， 第二题，存款，尺寸，分寸，小方不够成熟。好，成熟 mature， 成熟的意思就是做事情很有条理，做事情像大人一样，很会处理事情。No， 成熟的人 knows how to deal with things。成熟 mature， 成熟哦。好，小方不够 not enough， 不够，小方不够成熟，小方 is not mature enough， 不够成熟。理查老师是个不够成熟的人。Teacher Richard is not a mature person。理查老师不够成熟。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很成熟。Teacher Richard is mature, which means Teacher Richard knows how to deal with things properly. 成熟。他做事很没有好，尺寸size。哦，他做事很没有分寸 which means she doesn't do things in an she doesn't do things in a major way. She doesn't do things in a major way. She doesn't do things in a proper way. OK， 她做事没有分寸，很没有分寸啊。好，小芳不够成熟，她做事很没有分寸，因为她还年轻。小芳还年轻，她做事没有分寸。OK， 分寸很好，答对了，分寸好强烈。她做事很没有分寸，很没有礼貌，而且不晓得怎么处理事情，很没有分寸啊。对，成熟的人 ，mature person。好。好的，这位同学说，今天晚上我在这个视频里，学习到很多没有学过的词汇和句型，很棒啊。好，各位同学，你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Are you a mature person？你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理查老师觉得自己是个不够成熟的人。I think I'm not mature enough。理查老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熟的人。理查老师觉得自己不够成熟。你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呢？成熟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不成熟的人做事没有分寸。OK， 好，来最后一题你们都会了，这是一个中文的俗语啊，很常用的俗语。好，俗语 is like sayings。OK， 俗语 proverb。美丽说我很成熟 ，I'm mature， 很好。雨柔说我也还不够成熟，雨柔还不够成熟不用加的。好 ，Islam 说我也是个不够成熟的人，我也是个不够成熟的人好，分寸跟日语的意思一样，哇，太棒了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个俗语 proverb saying 中文的俗语好，请问这一题的答案是存款还是尺寸？尺寸还是寸？宜光阴宜金。好，金难买，光阴。
哇，这题的这个答案都是我不能说几个字。好，寸。俗语跟成语不一样啊，Carmen。俗语 oftentimes is a sentence, maybe a long sentence or two sentences. 成语 four-word idiom，four-word idiom。好，Carmen，成语是四个字的，四个字的是成语。俗语通常是一个句子 ，a sentence。哦，好。秉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各位同学，这个俗语太重要了，我们常常说，所以请你把它记起来，把它背起来，好吗？Memorize，把它背起来啊。哦，白兰不是存款啊，是寸是寸，不是存寸。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不是光明，光阴。好，慧君，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裴静，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不用一了，裴静，寸金难买寸光阴。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杨哥你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各位同学，我们很常说这句俗语，理查老师建议你把它背起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要背得像理查老师这么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因为它的意思很好。它的意思就是 money cannot buy time。各位同学 ，one inch time is 1 inch gold. However, 1 inch gold cannot buy 1 inch time. Okay, you can use time to earn money, but you cannot use gold or money to buy time. So time is much more precious. 光阴就是时间的意思哦，光阴就是时间哦，光阴就是时间的意思。OK， 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哦，各位同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你就算有100万，你也买不到1秒钟。Even if you have $1 million, you cannot buy 1 second because money can't buy time. OK，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哦。好，所以时间更加的宝贵哦，时间更加的宝贵。Time is much more precious. 时间更加宝时间更加宝贵哦。或许有人买得到时间，对不对？好，theoretically we cannot buy time, right? OK， 好，对 ，1 inch time can earn 1 inch money is 1 inch money, but 1 inch money cannot buy 1 inch time. 好，老师再念一次：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时间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同学，请你记得时间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学习哦，把握时间学习汉语，因为呢，只有学习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知识，然后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你可以懂更多的事情。学了中文，你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跟更多的人沟通。所以呢，时间非常重要。希望各位同学好好的利用时间，把握时间，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各位同学，我妹妹的想法比较成熟，正确，很好的句子。
Very awesome sentence. 好了，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理查老师希望你们能够把握时间，善用时间，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我们明天见，晚安，各位同学，拜拜。对，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时间很重要，时间很宝贵，请你们一定要善用时间。拜拜，活到老学到老，很好，春娇，拜拜。